大家到此，在半年之前呢，我们出过一支影片，跟大家分享了 Sigma BF 这个相机。那在那一支影片里面呢，我特别提到了，就是在当时的我呢，没有办法好好的评价这台相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边缘呢非常的锐利，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拿它拍很多照片。在那支影片出来之后呢，有非常多人都一直在留言跟提醒我说，说好了下一支影片呢，当时的我是说，大概过了半年之后，在2026年的夏天，也许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再出一支影片。那现在呢，就是这个时候，所以呢，我们如同上支影片所讲的，我加上了来自铁头的手把，重新的再体验了一次 BF。那这一次我会有怎么样的心得？对它的印象会是翻转的，还是维持原本的想法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继续下去今天的内容之前呢，先让我们进入一段不可略过的广告时间。现在大家在使用滤镜的时候呢，多半都会使用持续滤镜，因为从持续滤镜开始大量发展之后呢，我认为它真的是一个非常方便的类型因为过去大家各种滤镜要锁上那个镜头真的很麻烦，现在用磁吸的只要放上去就好了。大家开始使用持续滤镜之后呢，另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就是持续滤镜呢很容易就会因为你不小心碰到就弹下来。那这件事情呢，也是因为我们在频道的 Discord 上其实有蛮多人在讨论，就是各家的滤镜到底哪一家的磁吸效果比较好，哪一家容易松脱。那这个变成是大家现在在考虑要购买哪一家产品的时候呢，会思考的其中一个问题。最近铁头呢，它推出他们新款的顺镜系列的磁吸滤镜。那这个滤镜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除了保有磁吸的功能之外呢，所有的滤镜之间要组合的时候呢，必须透过一个卡扣的结构去扣上。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按下这个解锁的这个钮之后呢，才可以把滤镜放上去之后，你放开之后它就锁住了。所以它不用说锁到特定的位置，它只需要利用这个卡扣的设计呢，就可以让这个滤镜跟滤镜之间呢有很好的稳定度。同时呢，因为它附上了许多不同口径的接环，所以你可以直接把这个转接头呢先锁在你的镜头上面，再透过卡扣的方式呢，把你的滤镜一一的吸在你的镜头前面，你就可以开始使用各种类型的滤镜，无论是可变减光镜、黑柔或者是 CPL， 都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进行组合。那我相信呢，现在尤其对于不管是在拍照还是录影的人来说，这三件套呢，基本上是大家都会去使用到的。录影上面呢，当然你会非常需要使用到减光镜来保持你的快门速度。在拍照上面呢，你利用可变的减光镜呢，你可以拍摄一些长时间曝光的画面。不过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如果今天你使用很广角的镜头来拍摄长时间曝光的慢快门的作品，你利用可变的减光镜，多半还是会有一些黑色不均匀的地方。那你可能要使用稍微比较望远的焦段呢，才可以避免这个状况。我觉得对于长时间曝光拍照的人，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这边还是稍微提醒一下大家。那除了减光镜之外呢 ，CPL 也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你要拍摄有玻璃的画面，或者你要拍摄水面，有一片 CPL 呢，都可以让你去消除一些物体上面的反光。而黑油呢，又是现在几乎所有人在拍摄，不管是平面或者是动态的影像，都会用到的一片滤镜，来制造一些浪漫的氛围，把光线跟晕开，更好去应付一些强光之类的场景，或者是1秒带你回到80年代的感觉，都是需要透过黑油滤镜来做完成的。顺镜系列的这一款磁吸滤镜呢，它就同时把这3个功能一次带给你，同时再加上它可以避免掉过去我们在使用持续滤镜比较容易松脱这个问题。如果今天呢，你想要使用持续滤镜，但你就希望它能够更稳定一点的话呢，可以尝试看看这款滤镜。这一次呢，加上了铁头的手把之后呢，我必须说其实重点非常的清楚，就是呢，整体的体验呢好非常的多。铁头这个手把确实它的握感是蛮好的，原本这个有设计出来给你拇指按压这个地方，它又做了一个延伸之后呢，你可以很轻易的用你的手指加上你的拇指扣住这台相机。因为 BF 这台相机呢，其实并不能说是非常的轻，它是有一定的重量，所以最好的使用情况下，我个人还是会认为，其实它是需要一点点左手辅助的，它并不是一台完全可以使用右手来操控的相机。如同前一支影片所介绍的，我觉得它最大最可惜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把按钮做了极简化，这件事情呢真的是有利有弊。我觉得对于轻度拍摄的人来说，大家当然可能整体在操作上它的逻辑呢非常的明确，你只要看着荧幕上面的选单，你一直用同一个转盘去做切换就可以了。所以操作上面呢，你要说简单它是蛮简单的，但对于一个重度的相机使用者来说，他没有办法太多的自定义跟及时的做光圈、快门、ISO 的调整，也是事实。所以今天呢，我觉得我有分成2个部分来做讨论。首先我先讲，
对于一般的相机爱好者来说，我觉得这台相机它是绝对值得推荐的一台相机。如果今天拍照对你来说并不是一个工作，你就是喜欢日常旅游的时候呢，带着一台看起来很帅的相机出去玩，那么如果加上手把这个颜值你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它绝对是在2026年呢值得购买的一台相机。作为日常拍摄，除了重量上稍微略有一点劣势之外，因为它重量是有一点哦，那搭配了 Sigma 自己 I 系列的镜头，我觉得很好看。你选择1颗或2颗你喜欢的焦段，在日常稍微做点切换的话，我觉得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拿出来，它都是加分的。你可能是一个简单的社交场合，然后你想帮大家拍点照，你拿起这台相机，大家都会觉得哦，这台相机看起来很酷，跟大家都不太一样。那在操作上面呢，你不需要费太多的心，因为你只需要转动1个转盘，你就可以在不管是光圈、快门、ISO 任何参数下去做调整。更何况，我认为这台相机呢，它给你在自动的模式下操作呢，它有很多可以去设定的。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 ISO 值呢，你只要用中间这个按钮点进去之后呢，你可以设定 ISO 的上下限，你可以设置成 Auto ISO。也许你可以选择设置可能200，也许到3200。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你觉得不错的 range 的话，你可以随意的去选择你要使用什么样的 range。知道有些厂商很奇怪，就是在 Auto ISO 上下限在选择的时候呢，它有很多的限制，但在 Sigma BF 在相机上它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这是让你在使用 Auto ISO 上有很大的弹性。然后你的快门速度呢，最快没有办法设定，但可以设定最慢的。比如说我今天使用50mm 这个镜头，加上它有防手震的功能所以我觉得也许30分之1秒是一个可以去使用的快门速度，那么我就可以把我的最慢快门速度设置在30分之1秒，它就不会更低了。那我在日常拍摄的时候呢，我只要保持固定的稳定度，我就可以确保至少我的照片呢，它是不会手震的。当你今天你可以把你的快门速度跟 ISO 值呢都做了一个自定义化的 Auto 之后呢，你唯一要去调控的就只有你的光圈。你依照你的场景，你想用大一点的光圈或者用小一点的光圈，甚至你转到 Auto 也是无所谓的。这个时候呢，就要延续到我在上一支影片中有提到 Sigma BF 呢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就是当你今天半按快门的时候呢，你把你的手指扶在你的快门钮的时候呢，无论你现在使用的是什么样子的参数资讯，它自动都会帮你切换到 EV 值。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我把我的 ISO 设成 Auto， 我把我的快门设成 Auto， 我的光圈呢，也许我就是选择我要用 F4。我拿起相机，在我还没有要准备按快门之前，我只是把我的手指放在我的快门钮上面，它自动就会跳出 EV 值。这个时候，你的拇指只要去滚动这个滚轮，就可以加减 EV 值。所以你在选择曝光上会非常的简单，你只要拿起来过亮你就往左转，过暗就往右转，就这样子，非常的单纯那当然就看你光圈要不要自己决定，还是交给他决定都可以。所以我觉得在操作上呢，个人呢其实会非常推荐，你可以把它放在颜色风格的上面。我不知道 Sigma 的颜色的选择是叫做什么，我也懒得查了，但就是它可以调整各种颜色风格的那一个选项。你在拍摄过程中，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目标拿起来，你可以先选择你要的颜色的类型，只要把你的食指放上去，你就可以去加减的 EV 值了。所以在拍摄过程中，假设今天是处在一个想要走全自动的状况下，日常拍摄非重度使用者想要轻松拍摄、简单拍摄的话，我觉得 Sigma BF 整体设计呢，加上这个手把之后呢，我会给它非常高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好用的一台相机，绝对没有其他选项了。因为你要操控的东西，它已经帮你简化到最多，包含你只要轻轻的把你的手指放在播放钮上面，就可以回看上一张，等等都非常方便。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把这台相机带到釜山去，我认为整个釜山的街景呢，跟它的 TNO 这个色调呢，非常的合拍。我觉得 Sigma BF 它的机身调色呢，是现在所有相机机身调色，就是内建的机身调色里面呢，我认为是最好看的。无论是你今天使用一般 Standard 的模式，你使用 Rich 或者是使用709去模拟那个709颜色导出的那个颜色，它跟 Standard 的颜色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我觉得再更耐看一点点。或者是它的黑白风格，我会把亮部跟暗部呢各自都再加3，让它的对比再更大一点。这时候拍一些高反差的场景非常好用。还有就是它的TMO，我觉得非常好看，以及它的电影风格呢，我觉得有另外一种感觉，也非常的不错。
我这边就不介绍太多，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直接试试看看。这边我想多放一点 TNO 的颜色给大家参考，因为我觉得这算是 Sigma BF 一个很特殊的颜色风格。那为什么说跟釜山非常搭呢？因为它在蓝色的调整上面呢非常有趣。釜山的屋顶很多都是用蓝色来呈现的，所以我在这一趟拍摄釜山，无论是在拍摄那些胶囊的列车，在拍摄海景，在拍摄可能像南浦洞的街景上面，我觉得直接使用 TNO 直出的照片呢都非常好看。所以，如果你很喜欢这种色调、这种感觉的话呢，我觉得 Sigma BF 呢，完全是一台你可以带出门、简单旅行、随拍直出的相机，没有任何的问题。再加上它是内建记忆体，你也不用烦恼你要不要带记忆卡。你拍完的照片呢，直接存，不管你要弱加 JPG 还是直接存 JPG 档，直接一条 Type-C 线直接传到电脑，直接把照片都输出出来，你就可以直接继续使用了。电池呢，你可能就携带一颗电池，你就装着。你回到旅馆的时候呢，你就插上电，一边导出你的照片，一边充电，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非重度的相机使用者，你想要挑一台可以换镜头、可以自由选择，你想要使用什么焦段，就搭配一个镜头带出门，简单拍照。我觉得 Sigma BF 呢，如果你要给评分的话，我觉得绝对是在90分以上的一台相机。所以这是就以日常随身使用一台酷相机来说，加上手把之后呢，我会给它很高的评价。那如果今天以一个就是重度相机使用者如我再来评价这台 Sigma BF 又多使用了半年之后呢，我会给它什么样的评价呢？我觉得它没有电子快门呢，是一个极大的致命伤。虽然说它防守性机构不错，但是呢，因为它没有机械快门的情况下，再加上它的读出速度可能不是那么的快，当你今天遇到一些夜晚灯光会有频闪的状况的时候呢，它几乎是快要不可用的状况。这是在釜山的西面，然后第一天晚上没有特别注意到频闪这件事情。我整个晚上街拍的照片呢，一张都不能用，因为釜山的那个可能它的频率我没有抓得很好，所以所有照片呢，几乎所有角度呢，各种不同地方的灯光呢，全部都有频闪的问题。还有只要稍微拍照速度稍微快一点，我晃动速度稍微快一点，果冻效应呢也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认真要拍照的人来说呢，这是会有点困扰的。那如果今天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稍微带有点强迫的 M 模式的使用者，如同上支影片所讲的，因为它所有能够去制定的东西呢，就是那些非常否自动化的项目。如果你今天要使用 M 模式来拍摄，你必须在选单中里面不断的在选单中去巡回的寻找你的光圈快门 ISO， 因为镜头有光圈环的关系，可能还少了一个，但是你的 ISO 跟你的快门速度呢，必须不停的在选单里面去做切换，而且因为它都只有一个单一滚轮，没有一个就是没有分开的关系，所以你同时要操纵3个参数的话，你只有光圈可以透过镜头去调整，其他都必须要利用单一滚轮去做操作。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的方便，再加上因为它没有翻转幕之类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造型取胜的一台相机。所以如果今天你对它有一点点工作上面的需求，或者是你想要把它当作是一台哈扣的街拍相机的话，我个人不是那么推荐。再加上因为它的电池续航并不是特别的强，我是一个拍照非常省电的人，因为我拍摄的节奏很快。但即便是这样子，我一天顶多也是拍到400张，我觉得就已经到了有点紧绷了。那这个电池的续航呢，并不是非常强，我觉得有点可惜。所以你今天是要出去拍摄，认真拍摄，会拍到快要1000张照片的话，你绝对会需要2颗甚至3颗电池。那就看你会不会想要对它就是再多买一些东西。偶尔来说，因为装上手把的关系，在操作上面呢，我觉得还是 OK 的。但不得不说，即便装上手把，它还是一台需要双手去使用的相机。因为当你要去快速的去调整光圈、快门、ISO 这些参数的时候呢，还是需要使用左手去拖住相机，右手才能透过按钮来做选择。作为一台酷相机，我会给它很高的评价。但如果你作为一台实用上的街拍的哈扣的工作用的相机的话，它的分数呢会给到非常的低，也许在40分上下，这是我自己心里会给它的分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台呢非常两极化的相机，背上你的使用场景跟需求。如果今天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街头摄影师的话，我不会推荐这台相机。但如果你希望把相机当做配件，你希望带出去有品味、带有跟别人不一样的感觉，不想跟人家撞相机，你不太会需要
全时都使用 M 模式去掌控每一个细节，你更倾向去使用机身直出的色调拍摄 JPG 档，你希望呢透过单纯调整曝光补偿轻松的拍照的话，它是一台非常好的相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台真的蛮难去定义的相机，背上你对它的期望，我觉得你可能会给它很高的评价，也有可能会给它很低的评价。那我觉得它寄存了一些因为没有机械快门存在的一些问题，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相信大家有用过各种纯电子快门的相机，扣掉 A93 那种相机之外呢，这都是你知道无可避免的。你当然，如果你对尼康的 Z8、Z9 那样子，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你对 Sony 的那个 A1 II 或者是甚至讲 A93 的话，当然电子快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对这台相机的话，它是有点问题的。今天透过呢，我们又经过了半年，拍了更多的照片，实际上体验下来呢，可以给大家一点这台相机呢，我觉得更真实的使用的心得。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刚漏掉提的。在上支影片中，我提到它会比较偏热，没有错。那因为我在这半年因为比较接近冬天哦，所以比较没有遇到太过于发烫的状况。但是呢，我觉得它的重量啊，其实一天下来，即便加上手把之后啊，它的握感啊，还是不太适合单手使用。我觉得单手在使用这台相机，在这样子抓作的情况下，我觉得对于右手腕的负担还是不小。那我会建议，就是这台相机的比较好的使用情景，还是会需要双手，而且可能需要一个相机包，随时把它收着，因为它又是只有单边有这个，它是不能装标准相机背带的，你可能装腕带之类的，所以在使用这台相机的时候呢，你在携带上面呢，也是需要稍微注意一下的事情。还有就是，即便你装上手把，它的其他地方还是蛮利的哦。如果敲到自己的话呢，其实还是会蛮痛的。OK。好，希望这样子的简单心得能够让你更认识这台相机。那我其实在这半年身边蛮多，不管是观众或者朋友，其实都很想要购买这台相机，都一直在等我这一支影片的心得，所以我也希望尽快的把这支影片做出来跟大家分享。那希望讲得够清楚，那我觉得我把它的优点跟缺点以及适合使用场景都讲了一遍，希望能够帮助你去冷静的做个判断。但还是回到老话那一句。强烈推荐大家在购买这台相机之前，一定要去实体的相机店试玩一下。我觉得它真的很两极，喜欢的会非常喜欢，不喜欢的应该完全不会考虑。然后呢，无论你喜不喜欢，手把一定要装，就这样。那个铁头，然后记得就是下次像这种相机发个业配吧，好不好？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